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阵容超强，赵丽颖造成者虽然晚来了，但能否再创佳绩？造成者聚焦温州真实事件，讲述基层干部与村民在滩涂上建成的硬核故事。赵丽颖化身雷厉风行的女干部，黄晓明突破形象演绎接地气角色，两人对手戏张力十足。剧组抠细节延迟播出，力求呈现不矫情的现实美学，不是简单的城乡对立，而是共同体合作中的裂缝与修复。央视今年公布的2026年大剧片单里，一部名为《造成者》的创业题材剧突然宣布要延期播出，直接把观众的好奇心掀起了风浪。明明是传说中先上车再找路的现实题材，偏偏要在最后一刻换档，像是一场没有字幕的突发新闻。这部剧的故事底子扎实，来自温州的真实事件，主线不讲王道玄幻，也不拍宫斗权谋，而是把镜头对准最贴的经济起步阶段，一位基层干部带着一群村民，一点点地在滩涂上铺开城镇的雏形。你能想象吗？海风卷起的潮气，泥鳅味的田埂，工地上拼命打磨的模板声，成为他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这个题材在往年的剧海里并不多见，算是现实题材加成建纪实的新组合。观众久等，也不难理解，谁不想看一个真实世界里的改造故事，看看人们是如何把荒凉变成可住的地方。赵丽颖在片中扮演的是一个干练到有点锐气的女干部，她剪了利落的短发，走路带风，语气干脆，像是在用身体语言喊出办事要快、办事要准的态度。预告里她的台词不拖泥带水，分寸掌握的恰到好处，给人一种这回不是演绎感情戏的花哨，而是要把现实的难题解决到位的感觉。他在镜头前的能量感很强，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他的指挥下运转。黄晓明这次的造型也让人眼前一亮，偏离了以往大案男主的戏路，显得更接地气。他的表演不是高冷式的权威感，而是带着自然的亲和和偶尔的犹豫。角色的心跳在他身上显现得很真实，有时候急促像心口的鼓点，有时候又放慢成思考的停顿。他和赵丽颖的对手戏呈现出两种节奏的交错，他快他慢，彼此之间的张力正是这部剧想要讲述的现实感。除了他们两位，陈明昊、秦俊杰等青年演员也参与其中，阵容厚重，戏份充足，给这部涉及城乡建设和民生问题的剧集增添了可看性与分量。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像是一颗被放慢了的心跳。有人说，这样的题材如果能把创业的艰难和城市化的制度性难题讲清楚，或许能成为开年档里的一颗定心丸。也有人担心，太少的情感线会让剧集显得单调，普通观众可能会因此看不下去。但不管担心与否，硬件条件摆在眼前，熟悉的演员阵容、扎实的制作背景，以及一个接近真实的成长故事，这些都足以让他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毕竟，观众不仅看脸，更看心跳与脑力的博弈。延期并非全无理由，片方给出的解释是希望把细节再抠一抠，让故事的逻辑和人物动机更清晰，避免情节上的无效铺垫。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给剧情打磨厚度，也像是在给观众一个承诺，不求快，但求准。可档期的竞争有多残酷，众多剧集在同一时间段里抢走话题度也不难理解。影视行业的现状是，观众的注意力碎片化，优质文本才是留存的关键。光靠名人效应已经不能彻底支撑一部剧的长期热度，脚本的扎实，结构的紧凑，人物的真实成长，才是决定最终口碑的根本。就在业内热议之时，
关于这部剧的讨论也逐渐进入一个更深的层面：现实题材的热度能否长线持续？温州这座城市本身的叙事性是否足以支撑一部长篇剧集的情感与悬疑？有人把目光投向时间的档期和细节的打磨这两个关键变量，认为如果把创业者的迷茫、政府治理的挑战以及村民共建新城的社会关系网揭示清楚，该剧就有可能成为2026年的一个意外黑马。也有人提醒，观众的审美正在变化，单纯的现实遇到现实容易让人疲惫，必须在叙事路径里加上紧凑的冲突和富有剧情张力的关键节点。剧组内部的潜在场景常常比外界报道更生动。某个夜晚，灯光在现场的混凝土地面上投出长长的影子，导演在白板上写下一个又一个节点，演员们一个个排练台词，动作细节被逐句调整，力求把从海滩到新城的搬迁生活呈现得不矫情、不做作。技术团队则在幕后优化镜头切换、剪辑节奏，让观众的情绪跟随人物的选择而起伏。这样一个团队的协作过程，恰恰解释了为何抠细节需要时间。现实题材的美学不在于花哨的镜头，而在于把普通人的选择和代价拍得有温度、有逻辑、有记忆点。但延期也带来风险，观众的等待成本在增加，宣传的热度可能滑落，甚至出现口味偏离的问题。有人担心，开年大戏的开关如果被推动到更靠后的位置，流量窗口会逐渐缩窄，可能错过最容易引爆话题的时间点。另一部分声音则更务实，延播如果意味着剧本和结构真的提升了，其价值远超一时的热度。观众愿意为好剧等待，只要创作者敢于以慢火炖汤的耐心来打磨。你愿意为了一个更真实的故事，忍受更长的等待吗？还是更希望有一个能在第一集就牢牢抓住你注意力的剧本？在2026年的大背景下，关于地方题材如何走向全国性话题的讨论也逐渐升温。温州的案例如果讲清楚了城镇化的过程，以及基层治理在现实中的复杂性，或许能给其他地区的创作者提供一个可复制的叙事模板。现实题材的成功并非单纯靠真实2个字就能成就，关键在于剧本的屏幕呈现，人物的多维性和情感的共鸣点。观众需要看到，不是所有的困难都被神话化，真正的胜利来自于权力、资源、人民之间的持续博弈，以及个人在变革中的成长。有趣的是，片方给出的延期理由里夹杂着一种对细节控的态度，这在如今的影视行业并不常见。很多时候，剧集为了抢占市场，会选择在细节上打折扣，换取更快的上线速度。而造成者似乎愿意把时间花在打磨人物关系网、呈现逻辑和社会反应上。若这条路走对，或将为观众带来一种久违的看得到未来的现实剧感，不是简单的城乡对立，而是共同体在合作中的细微裂缝与修复。展望未来，真正的胜负并不只在于谁更早播出，而在于谁能把一个地方的命运讲清楚。观众需要的不是一部励志就好的鸡汤，也不是一部危机就完事的浮夸，而是一部能让你在电视屏幕前对现实生活产生共情的剧集。就像许多热议的现实题材作品一样，只有在细节和情感上达成平衡，才能让这部关于造城的故事真正落地生根，成为值得回味的社会风向标。你会愿意为一部用心打磨的现实题材剧耐心等1年吗？如果这部剧真的把温州从滩涂变成城镇的过程讲得清晰透亮，你愿意把它推荐给朋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与期待。